我们是抓错人，但这是因为我们身边的人一直故意误导我们。如果你想还马山宝一个公道的话，你就应该站出来指证这个让马山宝变成替死鬼的人。11假期必看好剧《绝命法官》，看他是如何为了儿子欺瞒所有人，又是如何害死无辜的阿宝和阿威的。自唐队告知小周真相后，小周就迫不及待地找到师傅秦玉。他非常肯定地跟我说，马山宝不是凶手，他早晚会查到案情的真相，查到凶手是另有其人。可此时的秦玉根本就没工夫跟他解释，因为他要带儿子离开这里。如果儿子被抓，他肯定还没有上法庭就被暗杀了。而就在他们去机场的时候，秦玉忽然发现后面竟然有人跟踪他。好在秦玉机智地朝小路开去，并且在一辆大车出现之前甩开了后面的跟踪。跟踪秦玉的不是别人，正是被停职在家的唐队。唐队跟丢了目标，他就急忙向领导申请限制秦一围的出境。而法院的卢法官也把这件事透露给了秦玉。此时的秦玉也只能把儿子安顿在宾馆，他则去找卢法官，让他取消限制令，理由则是他要带儿子出国治疗哮喘。如果因为限制令导致拖延治疗，到时候卢法官就别想竞争院长的位置。如果我去投诉，你将被评为一个最冷血、最不人道的法官，对你竞选法院院长，你觉得有胜算吗？卢法官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影响他的仕途，于是他就同意了秦玉的请求。只是在他回去接儿子的时候，却没想到莎莎打来电话说阿威不见了。你把阿威害成这样的，你不能不管他呀！在这节骨眼上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也只能先帮莎莎找到阿威，而莎莎则约见了戚长荣。只是戚长荣不可能说出阿威的下落，还说阿威已经跑路了，却没想到秦玉拿着枪逼迫他说出阿威的下落。她是他老婆，你不应该问他吗？在哪里啊？任谁被枪指着头都会感觉不舒服。戚长荣也只能带着他们去了阿威埋尸体的地方。只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秦玉的枪会走火，被子弹击中的戚长荣顿时就吓坏了，他也只能乖乖用手挖出了阿威。可当秦玉看到这一幕后，他整个人都要崩溃了。如果不是为了帮他，阿威也不可能死，而莎莎更是整个人都绝望了。一旁的戚长荣还要逃跑，却没想到莎莎直接夺过手枪就打死了戚长荣。也就在秦玉陷入到悲痛的时候，他的儿子秦一伟已经把整件事全部都告诉了外婆，随后就在外婆的带领下去了警局自首。在警局的秦一伟再次讲述了案发的整个经过，只是他隐瞒了秦玉也知道这件事。与此同时，秦玉也赶到了警局，而唐队也拿出了车祸现场找到的喷雾器的鉴定报告。从车祸现场找到的哮喘喷雾剂上的唾液样本和我最近怀疑的嫌疑人的 DNA 完全吻合。如果你搜证的过程不合法的话，包括投我的垃圾一样不能作为呈堂证据。秦法官果然是秦法官，既然嫌疑人已经来自首了，那我重新申请采样，重新再验一次，结果也是一样。此时的秦一伟已经坦白了一切，但是警方怕他有出逃的可能，就拒绝家属保释。自秦一伟自首后，秦玉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包括因为这件事死掉的阿宝和阿威，当然还有他的徒弟律师小周。小周也知道了秦一伟自首的消息，当晚他就找到秦玉，并且谴责他不配做一个法官，因为秦玉的身上已经没有公平和公正了。